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马上开始。在校园一隅那片隐蔽的角落，是唐玉成第一次抽烟的地方。自那之后，这里就变成了他的秘密基地。每当想独处、安静一下的时候，就来这儿。他会靠着粗糙的红砖墙，在缭绕的烟雾中短暂放空。那晚的细节历历在目，他此刻根本做不到预想中的平静。那种名为思念的野兽正疯狂撕咬着他的神经，他极度渴望着那个人，想立刻冲到他的身边，不顾一切地抱住对方。这种近乎偏执的念头搅得他坐立难安。他贪婪地在脑海里勾勒着那人的样貌，那是清晨阳光下微微颤动的睫毛，是颈侧皮肤散发出的沁人心脾的微热体香，甚至是对方吞咽时喉结优雅的起伏。这些细碎的剪影此时都化作了锐利的钩子，每个都精准地勾在他的感官深处，肆意鼓弄着他。想得太忘情的时候，拿烟的手停在嘴边，忘了抽，一大块烟灰从烟头坠落，磕在他校服外套上，随即又滑落在地上，甚至燃尽的烟头灼痛了皮肤，他依然毫无反应，眼神空洞地盯着虚空。唐玉成，我就知道你在这儿呢。一道清亮的声音打破了沉寂，方卓的脑袋从一边的矮墙上探了进来，打量着他。嘿，唐玉成，你怎么不说话？难道你站着也能睡着？看唐玉成没反应，方卓突然大声地喊了出来。唐玉成，我还没聋呢，用不着这么大声。唐玉成眉头紧蹙，眼神终于聚焦，那股阴郁被他迅速收敛。那你怎么不理我啊？方卓翻过矮墙站稳，顺手掸了掸身上的灰，来到他身边，和他一样靠在墙上。我忙着呢。唐玉成用简短的3个字掩饰着内心的翻江倒海。今天陈爷怎么没跟着你？他接了个电话就出去了，什么都没说。方卓垂下眼帘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。呵呵，我看你是想他了吧？唐玉成语气神秘兮兮。怎么可能？方卓极其丝滑地转移了话题。你怎么又抽烟了？吸烟有害健康，你不知道？我就是抽抽玩玩。唐玉成说着，顺势在墙上按灭了烟头。这个地方你是怎么找到的？还真挺安静。方卓双手插兜，语气认真。玉成，你谈过恋爱没有？没有。我也没有。方卓叹了口气，眼神有些迷茫。你说喜欢一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感觉啊？唐玉成沉默了一瞬，体会着方才指尖残留着的灼痛。什么感觉？大概就是你会不由自主地被对方的一举一动牵引，看他难过，你也难过，但如果他开心，你也会跟着开心。看见他对别人好，会失落，落入谷底那种。和他分开之前就开始想他了，那种想是抓肝挠肺也无法缓解的一种难受。话音落下，秘密基地陷入了沉寂，两个人各怀心事，各自消化着属于自己的那份青涩而沉重的情绪。安静半晌，你齐远书到底为什么非让你住校啊？家里住的不是好好的吗？方卓一脸纳闷。你把他惹生气了？可你样样都这么优秀，我实在想不出，像你这么优秀的孩子，怎么会惹你叔生气？唐玉成眼底掠过一抹自嘲。不是，他让我住校，是希望我能专心学习。也是，反正就剩这1年了，你就忍忍吧，上大学后就自由了。方卓拍拍他的肩膀。你肯定是要去 H 市清大的了，那儿我肯定是去不了的，到时候咱们就得分开了。要是将来我们能在同一个城市上学就好了，至少还能经常在一起玩。唐玉成不置可否。最近你和陈爷怎么样？还行吧。方卓嘴上没多说什么，可那抹怎么也藏不住的甜蜜笑容却暴露了他的小心思。唐玉成点了点头，心中了然。那就好。行了，你继续在这儿发呆吧，我去打会儿球。方卓站直了身体，唐玉成也跟着站直了，活动了一下肩膀。我也去，我得去泄泄火。好啊，那走起。3中篮球场，唐玉成和方卓加入战局时，球场上的气氛正热。防守方卓的对手贴得很紧，对方一边用身体冲撞，一边用揶揄的语气压低声音说道：方卓，你什么时候和学校那个大魔王陈爷好上了？天天在学校出双入对的，生怕全校不知道你们的关系。方卓稳住重心，冷冷地回了一句：你说这话是羡慕还是嫉妒？我呸！对方嗤笑一声：你挺有胆啊，竟然敢跟那种人混在一起。这跟你无关。
方卓看准时机，一个跳跃接住了队友向他抛来的球，然后快速切入篮下，动作潇洒流畅。篮球入网的瞬间，他转身瞄到陈野正静静地坐在场下。他回来了。他冲陈野挥了挥手，并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，随即转身再次投入战局。中场休息，方卓来到洗手间，他刚打开水龙头洗着手，之前在场上挑衅的那家伙也走了进来，靠在门边，阴阳怪气。方卓，刚才我话还没说完呢，那货陈野是不是喜欢你啊？你俩是不是那种关系啊？我跟你说了，这跟你无关。方卓眉头紧皱，他抬头从镜子里看向身后的人。我知道你讨厌他，是因为他之前动手打了你。他打人是不对，但他也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相应的代价。你们这事儿也过去了这么久，早就该翻篇了。翻篇？合着他那拳没打在你鼻梁骨上？你说的当然轻松了。对方猛地紧握拳头，眼神变得狠厉。他就算是被记10次过，这对我来说也远远不够。方卓转过身，气压低沉。那你还想怎么样？对方逼近一步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我不光看他不顺眼，现在连带着所有跟他亲近的人，我也都觉得恶心。怪不得上次他对我大打出手，估计那时候就喜欢你了。就因为我当时说了你几句不好听的话，他就跟疯子一样打了我。方卓怔住了。什么意思？果然跟那傻逼在一起的人也是傻逼，他是为了你才打的我，明白了吗？方卓沉默了几秒，他缓缓从旁边盒子里抽出一张纸巾，慢条斯理地擦干手上的水渍。等他再次抬眼时，眼神却比刚才还要冷上几分。闹了半天是你嘴贱在先，所以你是活该被打喽。你少得意，他对你也就是玩玩，被这种心理变态的怪物盯上，迟早有你哭的时候。方卓向前跨一步，两人的身高差不相上下，但方卓身上那种磊落的压迫感瞬间盖过了对方的阴质。他再变态，至少有善恶之分，光这一点就比你强100倍。你来厕所堵我，就会跟我说这些毫无营养的话，那你还是省省吧。让开，我要出去。你……对方气急败坏地挥起拳头。你也想要个记过处分？一个低沉且充满磁性的声音从洗手间门口传来。两人齐齐回头，陈野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站在了门边，他手里拎着一瓶还没开封的矿泉水，一件校服外套随意地搭在肩上。阳光从洗手间高高的窗户投射进来，半明半暗地勾勒出他清冷的轮廓。他那双自信的眼睛此时正越过挑衅者，稳稳地落在方卓身上。他淡淡开口：方卓，你们队长在外面催了，该下半场了。方卓回应了一声，看见陈野的那一瞬，眼神也软了下来。刚才那个嚣张跋扈要打人的人，看着眼前2对1的局面，识相地离开了。陈野走到方卓身边，低声问：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两人并肩走出洗手间，刚出门，陈野停下脚步。他刚才说的那些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我打他，就算领个处分也不后悔。给喝点水吧。说完，陈野递来他手里的那瓶水。方卓停下脚步，接过水，侧过头看着他。原来那个曾让陈野声名狼藉的打人事件，起因竟然是为了维护他。这一刻，再对上那人关切的目光，方卓心里一股说不清的情绪从心底漫上来。谢谢你，陈野。不客气，一瓶水而已。方卓亮晶晶的眼睛看着他。一会儿打完球，我想请你吃饭。如果之后还有时间的话，就再看个电影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啊。两个人相视而笑。晚上，方卓和陈野两个人是翘了晚自习出去约会的，当然也就我这么一说，他们俩谁也没提约会2字。吃过晚饭，两个人去看了场电影。巨大幕布上光影流转，演了什么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在影厅黑暗的掩护下，两个人的手紧紧扣在一起，直到灯光重新亮起，才不舍得松开。走出影院，深秋的夜风裹挟着凉意扑面而来。两个人走出电影院，来到大马路上。你冷吧？把外套穿上。陈野说着，把臂弯的校服外套披在方卓的肩头。谢谢。回学校的这一路上，两人话不多，这种时刻言语反而显得多余，所有的交流都是通过并肩行走时手背不经意的擦碰，以及每一次的目光交汇。行至一个阴暗树影下，陈野终于按捺不住，长臂一伸，揽住方卓的腰，俯身就要吻他。你别急，这儿太显眼了，跟我来。他拽着陈野的衣角，熟门熟路的来到了唐玉成平时那个秘密基地。这不是唐玉成平时抽烟的地方吗？对啊，这儿安全。方卓背靠着墙，眼尾有些发红。
怎么，你介意？既然这儿安全，那就是这儿了。话音未落，陈野人已经贴了上来。方卓的呼吸在瞬间被夺走，唇舌纠缠间，暧昧的摩挲声夹杂着急促的呼吸，在安静的夜晚无声蔓延。